Hermes Agent 呢最近是火出圈了，让我们来看一下它跟本地的大模型会产生怎样的火花。本期呢，我就将手把手带大家完成这一挑战。大家好，这里是 Hex 电脑课堂。本期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大名鼎鼎的 Hermes Agent，想必大家都已经听说了吧？对了，那我们今天要实现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带大家完成本地部署一个这种Hermes Agent 来支撑你的一个日常工作流。OK，但还是老规矩啊，这个官方的文档它写的会颗粒度比较粗。然后呢，我自己是重新写了一份文档，大家可能会遇到的坑呢，我都已经把大家躺平了所以大家只要跟着我的那个步骤一步一步来保持耐心，我就保证你一定能够在你本地完成一个这种Hermes Agent 的一个部署。OK，那我们废话不多说，现在开始。首先呢，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需要的一个配置的信息啊，你是 Win10的系统或者 Win11都可以。然后呢，乌班图是24.4的一个24.04的版本。然后呢，本地的那个显卡要 N 卡，然后最好是要有16G 的一个显存，这是最低然后内存的话呢，其实大于32G 就够了。但我这边是有64G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一步，我们应该去下载的就是这个 WS2。我们具体要做哪些呢？如果你本地已经有了这个命令的话，你就把这个给下就好了如果你本地没有这个WS2的话呢，那我们再安装这一条命令，就我们随便打开一个 CMD 命令行都可以去操作的对，你打开之后呢，你就把这条命令给它复制，然后执行，点击归车，它就可以给你安装了大概就1-2分钟，也很快。对，安装好之后呢，你就可以去执行。执行完了之后呢，就是执行这个命令嘛，你就要注意，就是呢，你要去设置一个账号和密码。这个账号密码是需要你要记得的因为每次登录都会有时候会用到它OK，是的，我这边也装好了，我就不重复装了。然后你可以直接在这个 CMD 命令行里面去敲。那我这边呢是直接用这个 Mobile X 这也是一样的这是一个比较方便的一个编辑器。然后装好了第一步之后呢，第二步我们要注意一个细节，我们要去更换它的源所以更换源的话，就是有些小伙伴在国内的话呢，它下载速度会很慢，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执行如下这些命令，它会大大加快你的速度。这些命令文档这些到时候我都会放在评论区吧。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我可以把这个文档也发给你们，我把它复制一下来给大家放大一下，然后呢方便大家去看，放到这来，大家可以看清楚这是第一条是这个命令，就是要做个备份。然后第二条呢，就是我们要去换成我们的清华源把这个清华源更新之后呢，然后我们再去执行这个 sudo apt，它之后的下载速度就会很快了这是对于国内的小伙伴，如果是在国外的小伙伴可以不用管这一条。那到第三步呢，就是 Minikernel 的安装Minikernel 这里呢，其实也不是说非得去安装，但是最好还是安装一下它是在 Windows 本地。就是因为我这边服务端起的是 Windows 的就是大家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就要在 Windows 本地去安装好这个 Minikanda。那这个下载的网址我也会放在评论区置顶，大家可以直接去下载就是这个网站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点击一下这个工具，点击一下这一步就可以去安装，然后呢选择下一步就 OK， 也比较简单。那这里就我不做过多说明了 OK。然后呢，虚拟环境的一个安装的话，这个大家要注意一点。就是我们要选的 Python 版本是3.11之前我是选的其他版本可能会报错，最好是选的3.1，是跟它官方的是最兼容的。对，然后这个命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都之前讲过很多次的我就不重复讲了，比较简单，就输入这个，先创立虚拟环境的激活就 OK 了。到这一步呢，我们就要看见我们的显卡驱动的版本了大家可以看到好，第一步我们要输入的是这个命令，我们看到我们的英伟达显卡的驱动版本。那边一点，我们点击回车，大家可以看到我这边是576.80，然后我驱动的版本是12.9，这个是向下兼容的，就是在12.9之前的版本它都可以去兼容是这个意思。然后呢，再输入一个命令呢，就是 NVCC，这个是它编译器的版本。我这边是12.4，大家可以看到OK。那我们呢，其他小伙伴呢，你要根据你自己的那个版本去到时候去选择去下载这个 Llama因为这个会决定它的一个编译的一个版本。那去哪下载这些网站，我也给大家准备好了比如说打开这个网站，它都会来到这样的一个页面。这里面呢，你会根据你自己的那个产品，比如说你是哪个系列的显卡呀，然后呢，你这边选择你对应的这个系列你可以去一个一个选，然后去下载它对应的驱动版本就好了也比较简单。OK，那我们就来到这一步，第6步。这一步的话就是比较重点了，要跟大家细讲一下。首先呢，
它用2种方式去安装这个 Llama CPP。Llama CPP 是干什么的呢？它这个东西呢，就简单理解就是一个帮我们大模型推理加速的一个工具，让它推理的速度更快啊，就是这样的玩意。那么我们这边去推荐大家使用第一种方式，就是我们直接去 GitHub 去下载它预编译好的这个包。那我们底下这个网址，它就会来到这个页面了啊。这个之前也清过。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放大一点，有很多这种发行的版本嘛，对吧？然后我们呢要点击这个 Asset 资产，我们点击这个展开，然后你要下载什么东西呢？我们刚才已经知道我们的那个英伟达这个版本是12.4，对吧？那我这边我都会选择下来，一个是它，因为这个地方是12.4，然后呢还有一个地方我们也需要下载，也是我们找一下12.4，就是这个位置，对，下载这个位置，也就是说我们要下载这2个文件啊，一个是第一个这个文件啊，一个是第2个这个文件。你把这2个文件都下载好，然后呢解压到它的一个文件目录。那接下来要做什么东西呢？啊，跟大家讲，我们接下来要把这2个解压包啊，它2个都是那个 zip 文件嘛，啊，它都是一个 zip 文件。下载好之后呢，你可以自己新建一个文件夹，我这里已经建好了。然后呢，你建了文件夹之后呢，要把这2个，就是这2个解压包里面的东西全部给它搬到这个文件夹里面来啊。这边呢，我这边是给它直接放到这里来了啊，就已经都弄好了啊。对，然后到了这一步为止呢，你就可以去编译这一步就可以已经绕过去了，就不用管了。OK，对。然后翻车的话，我们就不讲了嘛，因为这个比较复杂啊，就容易出错啊。到这一步为止呢，这编译也弄好了，那我们要做的就是什么了？我们来到刚刚我们这个目录嘛，对，然后我们对着它去点击 CMD，对，它都会出来这样的一个命令函。等下我们呢就在这里会启动我们的这个大模型，对。那我们现在还要去下载我们的大模型。那根据我自己的一个显卡的情况呢，我是4060Ti的显卡，它只有16G 的显存啊。那我这边尝试下来，我这边试了很多的模型啊，就是我要保证它的一个效果，还有它的速度。那我综合下来，我会选择这个模型，也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是这个千问3.5的9B 的这样的一个模型，它是 Q8的一个量化的一个这种水平。这个模型跑我们这张显卡啊，差不多。对，然后如果其他小伙伴的话，你显卡的情况如果更高的话，你可以去尝试最近新出的那个 Q 千问的3.6的，它也出了一些新的一些模型，那个可能因为它框架更新嘛，它可能效果会更好的啊，大家自己可以去搜，也比较简单，你可以搜这个 GGF 嘛，就是它都是量化版本的。我顺便说一下，这个 GGUF 这种版本的模型呢，它是什么呢？它是跟我们那个啥，跟我们那个 Llama CPP 是高度绑定的啊，就是专门适配于这种框架的。OK，本地的已经把那个 Mini Kernel 也装的好了吗？对，然后我们这边可以去激活一下我们这个虚拟环境。我这边是已经创建好了一个虚拟环境，我直接激活了，大家可以重新创建一下。刚才也有讲，比较简单，就是那个 Hermes Agent。对，我们串好了之后呢，我们要在这个环境里面去安装这个依赖，这个是专门去用于下载这个 Hugging Face 的啊。国内的小伙伴你可以用这个 Modescope，这类都是类似的啊。我就只讲第一个了。你下载好这个东西之后呢，来给它复制，然后你点击一个回车，然后呢装好之后呢，我要做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如果你是国内的，你镜像如果你速度没弄坏，你要把它改一遍它的一个端点。这个端点的话，你就输入这一行命令啊，给大家放大一下，可以看一下。对，你就在那个你的那个命令行里面可以输这个，对，它就可以把这个镜像给它改到本地了。我这边已经下好了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它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效果的。OK，但是它只适用于这个 CMD 窗口啊，它是跟窗口是绑定的。我这边之前下载好的模型给大家看一下啊，你也看一下它的一个具体的效果，就是 F。大家可以看到啊，这都是已经变量度已经是生效的啊。OK，那这一步就过了，也没什么好讲的。那最下面这一个就是我们要下载模型的命令了啊。当然你已经把变量设置好了，那我们要输入是什么了？给大家简单讲一下。我刚才下载的是这个模型啊，这个命令放大一点，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它这什么意思呢？啊，HF 是我们的 Hugging Face 的简写，download 的下载，然后呢，这一串是模型的一个仓库名称，是从哪来的呢？
哎，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比如说这种地方类似的，你就复制啊，你就找到它，复制以后把它粘贴过来，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因为它具体的仓库底下它有不同量化的一个模型，你不可能把全部都下到，对吧？你只要需要下载到适合你的这个量化的一个模型。那我这边只需要这个 Q8的这个9B 的模型 Q8的，对，我把这个下载好，然后呢，后面这个就是指定它下载的本地的目录。目录的话呢，我这边已经有一个文件夹是专门用于存模型的啊，可以看到在这里啊，这个文件夹就是专门存今天要用的这个模型，它有一个是8B 的，还有一个是那个 XL8B 的，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用于那个这个模型就相当于是给它加上视觉能力的啊，就是你要处理一些页面啊、元素啊识别的。OK，这个点击回车之后，它就可以去下载了，很快。这个大概也要下了10分钟吧，根据你自己的网速决定。OK，那这个就我们也过了。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需要去启动它的一个服务端了啊。这一块的话是有一些细节要跟大家讲一下。把这个命令启动起来呢，也就是说这个模型在我们本机上就已经启动了。那么它会作为 Hermes Agent 后面的一个大模型的底座，去给它提供能力支撑，明白吗？对，但这里要有一些细节需要注意啊。首先，它这个模型默认是开启推理模式的啊。所谓推理模式，就是我问他一句话，然后呢，他先要思考，有个思维链，等到思考完了以后，再给我们一个回复。那这种的话，在我们这个场景下是不太好的，我们是不需要的开启推理模型，所以我们要给它关闭。关闭要推理模型的话，我们要加上这一行参数，大家可以看到吗？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地方呢，它是有一个这种参数，然后我们把它设置 false，就是 enable thinking 为 false 就好了，其他的也不用管啊，都是比较常规的啊。比如说这个地方呢，GPU 的话就全给它加入到那个显存，就把全部加入到那个 GPU 里面。然后这个是上下文的长度，我们设置为64000，这是因为我的那个显卡吧，我还是从显存的角度考虑，你这个设置越大，它的上下文长度越大，对，越消耗显存。那么 Hermes Agent 它最低也要64K，也就是64000的一个大小。然后 Flash Attention 是用于它推理加速，然后这个 Timbre 实际上是 Temperature，就是那回答的一个发散性啊。然后 Top K 和 Top P 呢，这两个都是概率的一个，就是那种排序取值的一个那种分数。然后后面的是乘法性的一个参数，以及刚才讲的这个什么聊天的模板，以后最后的就是那个我们的本地的一个端口，还有它的那个 IP，就这意思。然后我们把它启动一下啊。那这里的话呢，我们启动的话，我首先先不启动带这个 MMJ 嘛，就是 MMPROJ，它是会可能效果会好一些，但是它速度会慢一些。复制一下我们刚才的这个命令，我们先复制，先要切换到它的一个目录啊。好，我们切进来之后呢，我们再一次复制，我们点击回车，我们可以看到它马上就把我们的这个模型给加载进去了。哦，与此同时，我们观察一下，我们的显存马上就来到一个15的水平了。对，所以这个就已经启动了。它端口也告诉你是8080嘛，对，我们刚刚启动的。然后我们把这个端口打开一下，对，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页面就起来了，是吧？我们给它随便提个问题吧，我们点回车，按照去回复。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个回复的速度是20 token 每秒啊，就是也还勉强还行吧，就是我觉得不影响正常使用。对，那到这一步为止呢，就证明我们模型到本地都已经部署好了。OK，那么接下来再往下走啊，我们玩到第9步。第9步呢，我们就是应该去 Hermes Agent 给它进行安装了。安装的话呢，官方的是有一个这样一条的命令啊，这个大家可以直接把这个命令给它复制，就是这一条哈，这一条命令你给它复制，这条命令在 GitHub 上也有，对，就是这一条命令啊，你给它复制一下就好了。复制，然后呢，你就在你的 CMD 里面，就是在你那个乌班图那个虚拟机里面啊，我这边是直接用这个编辑器去处理的，你可以直接在那个 CMD 里面就处理，是这样的，是一样的啊，就是你在这里，比如你开一个这个乌班图24点，这个你点一个就好了，就是你创好了一个，然后呢，你就把这个刚刚那条命令在这复制，然后点回车就好了。我这边已经创过了啊，我就不重复创建了。那这个过程大概也需要个10分钟吧啊，大家要稍等一下。对，哦，到这一步创好之后呢，也就是 Hermes Agent 它会在你本地安装好，它会有时候会弹出一些窗口啊，你看啊，比如说就是显示要不要是或否，你就选是就好了，然后点击回车就好了。那其他的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些一些细节是要加速设计的，这个我就不在这里给大家讲了啊，这个一般也没有什么影响。对，然后我们接下来呢，
就直接来到这里跟大家讲的啊，我这边是已经给它配好了，就是刚刚的命令已经执行完了。那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呢？首先我们要去配置了啊，就是我们应该怎么配置呢？第一步啊，我们还是要去，因为我这边会用代理嘛，就是有时候你要下一些东西，它可能是直接是国外的，我们要去用代理，我们怎么去配呢？首先呢，我们要去打印出来我们这一台那个 WS2这个 Linux 系统的机器啊，它的那个 IP 是多少？那我们要这样输 etc， 然后呢 resolve， 点击回车，这里是171.17.61.1啊，这个每个人机器不一样啊，到时候你要替换是。然后呢，到了 Hermes Agent 里面，我们就开始下面教大家怎么具体去配置了啊，这个是比较重点的地方的啊，我带大家逐一去操作。首先呢，我们的 Hermes Agent 它已经安装好了啊，就是然后我们要做的是 Hermes， 我们来一个 Set Up， 然后我们点击回车，然后这个时候呢，它有2步，我们选择下面对吧，全部安装啊，也很快。对，然后它会选择有很多的选项啊，我们可以选。这边有很多的这种供应商，我们选的最下面这个有一个叫定制化端点的啊 ，OK， 我们点击回车 ，OK， 到了这一步，它会让我们输入我们的这个API 的链接。我们刚才跟大家讲过啊，我们刚才启动这个模型是8080的端口啊，但是我们这个地方呢，我们要输入的这个地址是最好是这样的啊，你看啊，大家是我们刚才这个域名我们已经输了嘛，是172.17.64.1啊，对，然后呢8080，对，然后后面输个 v1，这一步你点回车，如果它能够识别你的模型，就代表了你这个链接是连通了，然后会提醒你要输入一个 API key，因为我们用的是本地的模型，所以你可以随便填，我这里就写个 test22吧，然后点回车，啊，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监测到我们这个模型了啊，就是这个9B 的这个模型，然后我们点击 Y。啊，它让你输入上下文的一个长度，我们选的默认的啊，我们之前是6400，我们在命令行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输过了啊，这个时候我们点击回车就好了。然后呢，展示的名字我们也随便选一个吧，好吗 ？OK，然后呢，我这边会让我们选择这个 TTS，我们点击默认的，点击，我们再点击回车，OK，啊，回车，再回车，点击回车，然后这边也点击回车，啊，点击回车，还是点击回车。啊，这边呢就会让我们选择这种第三方的聊天工具了。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啊，有 Telegram， 有那个微信，有 WhatsApp 等等的。对于国外的小伙伴呢，我们一般就用 Telegram 嘛。然后我们点击空格的话就是勾选它，然后我们点击回车，因为我已经配过了，你也看到啊，我再重新带大家配一次，点击回车，然后它会让我重新配吗？我选 Y，然后呢，它会让我们输入一个 token。那这个 token 我们可以看到要找到这个机器人这个波的发着，那这里我给大家已经找到了啊，就是大家去哪里找了啊？首先是有2个链接啊，大家可以直接打出来，找到这个链接之后呢，你点进去它就会出来，我们可以看到啊，这是第一个，然后你打开，对，这是第一个机器人，第二个机器人呢就是这一个，这用户的信息的，这是要得到 ID 的，我们再点它，哎，我们可以看到，再点击打开 Telegram。对，这2个机器人都出来了啊，就是一个是他，一个是他啊，这是我之前的记录，大家可以不用管。那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哎，我教大家怎么操作啊。第一步，我们要跟他发送一个这种 new bot，就是要他新建一个机器人。对，然后呢，他会要我们输入这个机器人的名字，看会不会有重名。它这里的名字是需要就是后缀啊，就是这个后缀，它是需要你的那个有一个就是叫 bot 啊，你可以看到啊，是这个位置。对，要么就是一个 bot，要么就是一个小下划线的 bot 啊。OK，你的名字比如我这里的 hex，然后我随便叫一个吧，hex c 线5名5 test。OK，这是我的名字。我发过去以后，它会告诉他这个名字是可以用的。然后呢，这个时候我就需要在这个名字后面加个 bot，它就会给我返回一个 ID 那个 token 啊，这个名字可以认取的。然后呢，你写个 bot，点回车。啊，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就有一串 token 了。我们把这个 token 给它复制一下啊，Ctrl 加 C 复制，然后我们来到我们刚才的这个配置页面，我们点击鼠标的右键，这个时候呢，它页面是看不到的，但实际上也复制上去了。我们点击回车，好，
它会让我们再输入一个用户的 ID。OK， 那到这一步为止呢，我们再去找第二个机器人。我们打开了第二个机器人，第二个机器人呢，我们可以给它直接输入斜线 star， 它会给我们返回它的一个 ID， 复制一下就好了 ID。然后呢，老规矩，把这个 ID 在这里点击右键复制，点击回车，然后我们再选择 Y， 我们重启啊，你这边是直接可以起的，因为我配过了，会让我重启，点击 Y，OK。那到这一步呢，就已经把这个配好了，对，然后我们点击回车，我们再点击回车，点击回车，选择下面的一个，点击回车，点击回车，回车，好，这个不用管，点击回车就好了。再输一遍，没事。好，我们这个时候它会让我们输入这个启动，我们就选择 Y， 点击回车。OK， 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的这个交互页面就已经打开了，这个就是 Hermes Agent 的交互式页面。那接下来呢，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案例啊，我们可以去实际测试一下了。首先呢，我让大家去查一下这个，就今天的英伟达它的美股它的一个实时的价格，然后把这个复制上去，我点击回车。好，它马上给我们返回结果了啊，花了4.9秒，因为这个任务比较简单嘛。它这现在呢股价是392.5美元。那我们就直接给它来一个简单的一个任务吧，比如说让它去网上查一下这个英伟达的一个美元的一个实时价格，然后呢去新建一个这种文件，然后把这个股票和公司的信息填入这个 TXT 文件，最后再给我保存到指定的路径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任务。其实链路上还是比较长的，然后我们给它呢复制上去，我们点击回车，它会提示一个弹窗啊，要我们确认这个允不允许，我们点击允许。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在写内容了，往这个文件里面。对，他说已经完成了，他已经收到这个股价信息，还有公司信息，然后创建了这个文件，然后把信息填入这个文件，最后把文件保存到我们指定的路径。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有没有真的有没有啊？我们退到上一个目录，我们看一下 Home X 啊，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个英伟达的 Stock 这个文件，我们双击打开，果然他把这个股价也搜出来了，然后呢，公司的这个信息也给它整理出来了。那到这里我们先 Ctrl+C 给它杀掉退出。那这是测试的时候我们用的一种方法。那么实际中更多是不是在我们要用那个 Telegram 去跟它对话，去远程控制它，让它给我们完成一些任务，做一些工作流，对吧？那这怎么实行呢？来，接下来我教大家怎么用。首先呢，我们先给它清了屏，我们输入这样的命令，就是Hermes Gateway Run， 然后这边有个 Replace。OK， 到这一步以后，它就是开始在监听了啊。然后呢，这里点击我们这个名称，就可以快速来到我们的机器人页面了。这个就是我们的机器人。然后我们点击 Start， 点击开始。OK，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开始给它输入一些命令了啊，就是给它一个任务，让它去完成。这个任务呢，就是比刚才要复杂一点点。就是首先让它去查一下目前英伟达的一个美元的实时价格，然后呢，再去呢计算一下买215股需要多少钱，最后再把这个结果呢给我总结成一首打油诗发给我。这里面呢又会涉及到的一个数据的查询，然后呢还会涉及到数值的一个计算，然后还有一个那个内容的一个总结啊，它会给我们去处理的啊。你看它正在处理。我顺便说一下，大家如果是在手机上也是一样可以的，你可以给它发语音，对，你可以跟它就是在手机上打字，跟电脑端效果是一样的啊。它找到这个实时股价是198.48。对，它的这个网站呢194点，对，这个数值是对的啊，以它爬取这个网站为准是对的。然后你看它算的对不对？我们来计算一下。首先呢，这是198.48，我们买了215股啊，我们算出来是42673.2啊，是不是42673.2啊？对，没错。然后这个打油诗它也是总结的，还不错。对，所以这个任务是很好的完成的，而且这个速度还行，因为我们模型毕竟是只有9B 嘛，对吧？其实我觉得这个任务完成的还可以。那再给他来一个稍微难一点的任务啊，就是视频开头我给大家演示了，我是要他去用 Python 去写脚本，然后去动态的获取3家公司的最近10天的一个收盘价，
然后给我整理成表格再发给我，然后还要给我做一个简短的分析。那这里面就有很多复杂的一个能力啊，一个是代码的一个撰写了，另外一个是他要同时获取3个公司的10天的一个收盘价，他这边一般会在底层开启3个专家或者3个代理去做，然后呢还有整理成表格，最后要去进行一个总结发给我。这个任务是这里面难度最高的啊，我们看他去执行一下。我们还是一样的，复制这里，我们点击规则。好，它终端首先它在安装这些 Python 的第三方依赖啊，对，他想就用浏览器去直接获取数据。在这里我顺便说一下，因为我这边启动的时候呢，实际上我跟大家有讲过啊，就我跟大家一开始就有提过，是在这里，我启动的时候，实际上我是没有带上这个模型的，就是你可以简单理解为没有给这个模型加上眼睛，所以它更多是去解析这些文本，它可能会慢一些，又没那么精准，但是它显存占的少一些啊。如果你执行了这一条加上这一条命令以后呢，它是比较容易很好的识别出浏览器上的一些元素，还有它的一个这种解析的一个数值啊、文本呢都可以啊。它现在真的去找了，稍等一下。他找到了它的价格，然后去获取它的历史数据啊。你看，这个时候他会答写这个浏览器的那个导航嘛，他就会用这个去访问。浏览器访问多了，它有时候会分它的 API 的，所以它会尝试，就它很智能。它如果 API 走不通，它就会尝试用图形界面去截图，去解析图片的一些元素。这个就是比较智能。哎，它同时开启3个窗口了，因为我们这有3条骨架嘛。他现在已经把数据全都获取了，然后他开始进行表格整理以及进行分析了。这边有时候它的确会出错，但是它会重复的一个尝试啊，我们可以稍等一下。我这张显卡其实已经用的比较极限了啊，不管是显存的占用还是它的一个利用率，都已经达到的一个比较饱和的状态了啊。对，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内存的话，目前也差不多32个 G。所以我一开始跟大家提过，我们的配置必须要达到这个要求。OK，你看它已经弄好了啊。它首先呢，把这些就股票的价格啊，这些日期，然后呢，还有它的一个数据的一个分析啊，这些东西收盘价是多少，最后给出了对应的一个总结，然后它还把这个报告保存到了这个文件夹下面，我们可以随时查看。最后还提醒了啊，这种股市有风险啊，比较人性化。OK，那这些数值的话，我们就不逐一去过了。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体的都是按照我们要求去生成的，对吧？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文档嘛，这个文件，我们就看到这个文件它是不是有真实的生成。啊，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回到上一目录啊，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叫 Stock Analysis？我们双击打开它，对，这就是它生成的。哎，果然是这么多啊！这个是日期，这是特斯拉、英伟达。其实它生成的格式更适合 Markdown。只是我让它生成的这个 TXT，像我们给它下载到本地吧。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已经下载到了本地。然后呢，我把后缀改成 MD，然后点击回车，打开这个文档。哎，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话看起来这个可读性就更好了。对，这些数值啊都没什么问题。然后这3家公司的一个这种指标的变化，以及它对应的一个总结，是上涨还是下跌了，最后给个风险提示，很好啊，我觉得基本都达到我们要求了。OK，那这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整体来讲的这个我们怎么在本地去部署这样的一个Hermes Agent。对，然后这里有一些自己的一些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一个是关于这个模型怎么选的啊，就是大家在选模型的时候呢，你要去看到自己的一个显存的一个条件，你的显存大概是多少，然后呢，你在去部署的时候，你的这个参数是比较重要的，你要去调这2个啊，一个是什么？如果是99的话呢，是代表了你把你所有的这些模型的权重都往那个 GPU 里去加啊，这对你 GPU 显存比较大的话是可以扛得住的它能容纳。如果你显存没那么大的话，那这个时候就要稍微给它降低一些，这个你要去调，也就是说你会让你的内存去给它分担一部分的这种参数量，对吧？对，然后还有这个上下文窗口你也要去调，对不对？OK。好，这是一方面，还有几点要给大家总结的，就是第一，就是因为我这个模型是9B 的，它实际上是比较小而美的，它是不能够去胜任一些比较复杂和吃力的任务，比如说一些复杂的长期的一些规划，或者是让它去自我纠错，以及在一些严格的一些情况下，它保持一定格式的一个输出啊，还有一个上下文的挑战呢，就是因为你太长了，我这里就显存溢出了嘛，对吧？但是它比较能
胜任的好的工作呢是有单步、双步工具调用，这是我们刚才给大家都演示过了，包括你网页信息的检索，还有信息摘要的提取，以及本地的简单文件读写，还有做一个中转路由，这些它都是可以很好的实现的。所以说我们不能说。大模型啊，就是那种商用的 API，它当然可能效果会更好，对于复杂的任务，但是对于有些小一些的任务，其实没必要上那种商用的 API 啊，我们用本地的这种的 agent 就能够很好的解决了。今天大家也看到了，对吧？所以，这只是一个初版的一个展示，后面我会给大家演示一些比较可能更复杂的一些更高阶的一个用法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OK。然后这里就是关于推理模式，刚才也给大家讲过了，我们 Hermes agent 的话呢，大家要把推理模式给它关闭掉哈，OK。然后其他的事项就是比较坑的一点是网络这一块的东西，因为我实际在部署的时候，在网络这块是有很多时候是折腾了很久的。我跟大家简单提一点，就是 Win10啊，它的 WS2里面它是支持这个镜像模式的，就是它的那个宿主机跟那个WS2的这个 Linux 机器，你可以认为它们都是共用一条网的，就是很方便对于开发者，对于我们用户来用的话啊，所以你可以设置这样的一个参数，就是 Networking Mode 等于 Mirror。这个参数一设置，在这底下这几行一设置啊，你的这个网络就用很顺畅，你不会出现什么呢？因为很多新手朋友他会在你这个虚拟机去访问你的宿主机的时候，这个网络有时候是通不了的啊，这个是很坑的。OK，就是这个一点要比较注意。OK，那其他的呢，暂时也没有其他要很注意的地方，因为有问题的话，大家可以随时在我的评论区留言，好吗？我都会一一进行答复的。OK，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如果你觉得我内容对您有帮助呢，也请帮我关注、点赞、转发。那么谢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